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5月26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2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422.66，收盘价是426.01，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31.51，最低价是在420.5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4610.47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增。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双线是趋于合拢。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反弹的走势中。MACD 双线也是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呢，说明股价在继续当前的多头趋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2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小绿 K 线，上影线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回后的反弹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呢，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开盘之后呢，股价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探底，也就是回踩了420这个整数关口，然后股价突然被拉升。上方呢是在430附近遇到的压力。之后呢，股价在盘中呢一直是在当日 K 线的中上部震荡。那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部，因此呢，我们会看到当日的 K 线是留下了较长的上影线。同时呢，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增。那出现这样的价涨量增，含有长上影线，并且出现增量，那么都预示着股价在次日会有回档的走势。也就是说，在5月26日，如果是低开低走，那么股价将会有回档的走势。如果继续反弹，那么日后股价要站上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在431这个位置，然后只有日后的K 线收盘价站上这个位置，那么才能维持目前的这样一个上行的走势。好，那么对于我们仅从 K 线信息解读，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将会有回档的走势。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日后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5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是股价会继续反弹，收盘价会在424附近。第二个可能呢，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412。而实际在5月22日收盘价是在426.01，股价是出现了继续反弹。那么我们预测的反弹和实际发生的反弹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呢，同时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好，那股价目前是出现了反弹，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对于5月2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453。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很明显就是日后的K 线呢要站上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431。那么只有站上这个位置，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这个缺口的中线在438附近。那么这两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突破，股价才有可能会去测试453。那453如果被站上呢，我们会看到股价目前的位置是在一个回后再上涨的位置。一旦日后站上453，那么这个多头趋势呢将会被继续确认。那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498.83。好，这是我们说的上行，我们再来看下行。
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在364这个位置。很明显，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393这是一个相对较强的支撑。那么还有一个位置呢，就是20均线值。20均线值在5月26日我们测算会到达412附近，是在这个位置。那也就是说，这两个位置如果被跌破，股价呢才有可能会去测试364。而364如果被跌破呢，那么这样一个多头趋势呢将会被瓦解。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337这个位置。那如果337再被跌破呢，新的空头趋势将会被确认。那么接下来第三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应该是第三个目标，就是325。好，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26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是在412这个位置。那么在5月22日，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那么到了5月26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新生成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在423附近。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而去测试5日均线值或者是20均线值。那么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地方，一旦股价出现回档，是很容易做头的。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观察位。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好，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18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是一根典型的锤子线。那么锤子线呢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我们会看到之前一个交易周呢，这是一根止涨的信号 K 线，它是一把我们叫天剑线。那么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呢，我们又会看到它出现了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因此对于周 K 线图来说，日后453和394将会成为股价走向的重要目标，重要标志。也就是说，股价如果日后能够站上453，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行。但是一旦是跌破了393，那么股价一定会出现回档的走势，从而很有可能会去测试337这个位置。所以在上一周，也就是新生成的这根 K 线呢，我们说这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我们再来看它的成交量，出现的是量缩。那么出现价涨量缩，通常股价是要有回档的走势。好，那但是我们说，对于周 K 线图来说，回档呢，20均值和5均值都是强支撑，同时这根锤子线的最低394也是一个强支撑。那么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呢，股价会有回档的走势。这个我们仅仅是从 K 线信息的解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出下一个，也就是新的一个交易周股价的预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对5月18日当周的预测。如果股价收在高位，会收在440附近；如果收在低位呢，会收在395。周中我们关注的是这把天剑线的最低416。而在5月18日当周股价一直是在这个我们给出的观察位上下是震荡。好，那么到了5月26日新的交易周，如果股价收在高位，那么我们认为
很可能会收在468这个位置，也就是股价很有可能呢会回补这个缺口，但是呢收盘价会收在468。那如果是收在低位呢，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收盘在404附近，是在这个位置。好，是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周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呢是这根锤子线的最高431这个位置，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啊，如果股价能够高开高走，一直是在431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出现一根补量上攻的 K 线。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回档的走势。而一旦出现回档呢，我们仍然认为20均值是一个强支撑，我们会看到正好是在400关口附近。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40%的多头仓位，我们的成本价是在395，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一直是守20日均线值。那么到了5月22日收盘价在426.01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我们是不可以加仓的，因为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前高。虽然成交量增，但是呢，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关键的标志位。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已经解读了，在这个地方，如果次日股价低开低走，在这个位置是很容易做头的。所以对于多头，在这个位置我们不具备技术上的加仓条件。好，那么到了5月26日。这个仓位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我们守20日均线值在412附近，在这个位置。好，那么我们在几次视讯当中多次重复说明过，因为目前的这个仓位呢已经达到了40%，所以说呢，我们不建议把止损位放在394这个位置，因为一旦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呢，会有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把止损位呢设在20日均线值，这样能够保证我们起码这个不会出现亏损的一个状态。好，那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从431一直到438，这个区域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94。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2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呢是432，我们去整数。第二个压力位是435到438，第三个压力位是453。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423到425之间。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416到419之间，在这个区域。然后第三个支撑是412，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第四个支撑我们取400整数关口。第五个支撑是394。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5月26日我们给出的预测是分先后顺序的。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425，下方最低会回踩到413，收盘价会收在417附近。
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25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那第二个可能呢是，股价将会有继续反弹的走势。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423，上方最高会到达436，然后收盘价会收在432附近，在这个位置。如果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423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5月2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